小信诚则大信立。老妈，你答应过我，新年带我去环球影城，别忘了。忘不了。那你答应我的，从现在到过年，每周1篇作文呢？没问题，小意思。那不如今天就先写一篇，小信诚则大信立嘛。又自投罗网了。可老妈，什么是小信大信呢？小信诚则大信立说的是小的信用成就了，那么大的信用呢就能树立起来了。这句话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说的。那为什么小信用达成，大信用就能树立起来了呢？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听完下面这个故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话说在春秋时代呢，有一位国君叫晋文公，他是晋国的君主。有一天这个晋文公呢要带领自己的士兵外出作战，去攻打一个叫原邑的小国。出发之前呢，晋文公就跟大臣们说了，我们这次打仗只打10天，大家呢带好够吃10天的粮食就可以了，咱们一言为定。士兵们士气满满呢，连续高声喊着好好好。于是就来到了这个原邑。双方的战争呢进行得非常激烈，难分胜负。到了第10天的时候晋文公再次把士兵集合在一起开会，对士兵们说了，今天呢已经是第10天了，虽然我们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回国了。大臣们心有不甘呢，就说了，大王我们再坚持几天吧，我们一定能赢的呀。但是晋文公却十分坚定地说了，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曾经向大家承诺过，这场仗只打10天，说到就要做到。现在我命令大家在军中敲锣为信号，我们必须要回国了。就在晋国军队准备返回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从原邑城内逃出来的士兵。这个士兵很难过地说，仗已经打了10天了，原邑城内的人们也快坚持不住了呀，大概再过个3天呢，我们就要战败了。说着就哭起来了。敌人马上就要撑不住了，你会不会想，那干脆就再打3天，这仗不就是赢了吗？反正晋国的大臣们都是这么想的，大家就兴冲冲地去找晋文公，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见到晋文公呢，大臣们就激动地说了，原邑城内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他们的士兵呢也都很累了，只要咱们再多坚持几天呢，就能够大获全胜了。大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回国了吧。晋文公却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不行出发前我已经和大家约定好了，只打10天。如果现在还不离开，我不就成了不讲信用的人了吗？小信诚则大信立。为了战胜对方而让我失去信用，那是万万不可的。你们怎么就不懂我的苦心呢？就这样晋文公带着他的军队踏上了回国的路。晋文公撤兵的消息传到了原邑城内，人们就议论纷纷，说这晋国的国君还真守信用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国君，那做他的臣民可真是老百姓的幸运呐。就这样原邑国呢竟然向晋文公投降了。还没完呢，晋文公讲信用这件事传到了魏国人那里去了。他们也感叹地说，能够遇到如此守信用的国君真好我们也归顺了吧。就这样呢，魏国竟然也主动向晋文公投降了。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以后呢，充满感慨地说了，晋国本来是攻打小国原邑，却收获了整个魏国的人心，这都是因为晋国的国君讲信用怎么样？小信诚则大信立。
大信立，那可就威力无比了哟。在这句话里啊，信呢就是信用的意思，成呢就是成就的意思，则表示纳没，而立呢就是树立。其实啊，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我们小学生，讲信用呢都是很重要的美德。只有在一件件小事上能够做到讲信用，我们才能树立起大的信用，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未来啊做成更大的事业。好了，你曾经在哪些事情上很讲信用呢？留言告诉我们吧。再来一个卤鸡腿儿。不了，吃饭前说好了，我就吃一个。你看，香喷喷的鸡腿儿在向你招手耶！哼，别想诱惑我，小信诚则大信立，我可是信守诺言的男子汉。还记得昨天的字谜吗？嘴里含着玉，打一个字儿。答案呢是国，国家的国。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来了哟，我问你们呀，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言而无信了呢？答案呢，明天告诉你。咱们呢，明天再见。